俄罗斯用12枚S-300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地面目标，真是弹尽粮绝了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俄罗斯的 S-300和 S-400导弹呢，多年来一直是军火市场的抢手货。但是在很多人眼中呢，这种导弹就是用来防空作战的。S-400防空导弹曾经被俄罗斯方面宣传为可以包打一切，当然这一切是空中目标，甚至呢是弹道导弹目标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俄罗斯军队在俄乌战场上开始用 S-300打击乌军的地面目标了。据说呢，效果还不错。根据美国媒体援引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州长的说法，目前俄军已经开始使用 S-300对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州发起打击行动。俄军甚至连续发射了12枚 S-300远程防空导弹，袭击了乌军的地面目标。据说这些防空导弹已经被改装成了由卫星制导的地对地导弹，不过精确度并不高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，S-300武器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防空，它所使用的导弹是用于打空中的飞机、直升机、巡航导弹，甚至呢，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拦截弹道导弹。但是它们并不是用于设计来打击地面目标的。那么，如果要用 S-300导弹攻击地面目标，在技术上有什么难度吗？需要做什么样的改进呢？从理论上讲，难度不是很大。如果用 S-300导弹打地面的固定目标，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其导引头改成卫星制导的方式，就有可能对一些比较大的地面固定目标发动攻击。其实这样的改进并非先例，中国早就这么干过。我们知道，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，中国的主力防空武器系统就是红旗2。红旗2虽然有很多的改型，但开始呢都是用于防空的。随着先进防空武器系统的引进，红旗2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是几十年来，中国生产了大量的红旗2型防空导弹，那么这些导弹如果都放在仓库里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那么把它淘汰了呢，成本也很高。于是有人提出将其改成地对地导弹。后来我们国家就用库存的红旗2导弹改装成了地对地的战术导弹。它的导引方式呢，以惯导为主，攻击精度还相当高，其射程远远超过其防空的距离。因此，现在俄罗斯用 S-300防空导弹改成地对地导弹，应该说整个技术难度并不是很大。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是，用 S-300防空导弹打击地面目标，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军队严重缺乏精确的对地打击武器呢？应该说不排除这个因素，因为目前俄军的主要的近程弹道导弹主要是伊斯坎德尔，而伊斯坎德尔的单价比较高，装备数量呢也有限。那么如果用一些老式的 S-300导弹改装成地对地导弹，恐怕是一个比较经济实用的手段和方法之一。另外呢， S-300武器系统啊已经生产了几十年，俄罗斯的库存量非常大。现在俄军的主力防空武器系统已经由 S-300升级为 S-400、S-500，因此这些大量的库存导弹，如果把它改装成地对地的战术导弹，应该说还是非常可行的。再加上俄军现在所面临的防空威胁并不是很大，乌军的战斗机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，对俄军的地面部队的威胁基本上可以排除。因此，将一批老旧的 S-3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改成地对地导弹，对俄军的防空不会构成什么太大的影响，反而呢能增强他们对地面目标发动精确打击的能力。可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。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啊，俄罗斯军队打击乌军的军事行动开始大量使用库存武器，比如说用 KS-22这种老式的反舰导弹作为空对地导弹使用，用 S-3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改装成地对地导弹。这说明呢，俄罗斯的某些武器装备系统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，或者呢技术上存在着一些较大的缺陷。比如前2天网上传出的2枚伊斯坎德尔导弹
发射后回标攻击俄军阵地的情况。再加上伊斯坎德尔导弹现在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，后续的生产可能跟不上，因此用 S-300导弹改装成地对地导弹，应该说是一个可行的办法。虽然它的攻击威力不算特别大，但是呢，总是解决了一些目前的急需。其意义有2个方面：一个，增加了远程对地打击的能力；第二，清库存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看，用 S-3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改成地对地导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